大家好，我是松林。接下来是 Part 3学习篇。第一题，一开始英文都不会讲，会很尴尬吗？我觉得是不会尴尬，可是是蛮挫折的，对我来说啦。真的超级挫折，因为我就是慢慢意识到自己英文真的很烂，完全听不懂，超级挫折。不过那边每个人都会很有耐心的听你把话讲完，或者是去猜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讲着讲着就会了。而且最后一天你意识到自己的进步的时候，真的会非常感动。第二题，一开始英文烂要怎么克服？我一开始真的是 always 打开着我的 Google 翻译，走到哪用到哪。但其实讲着讲着，我就会无形中记得那些单字。像我是一个超级爱吃东西的人，所以我每认识一个老师或者是当地学生，我就会问他附近有没有推荐的餐厅或者是推荐的伴手礼。然后一开始我不知道推荐的英文是 recommend， 我就去查嘛，然后我知道，我问一次，那第一次我记不住，可是这个问题我问了5、6个人，然后讲到第5次我就记得这个单字了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敢开口讲。像虽然我们的母语是中文，可能大家都会讲，可是有些人口才比较好，有些人讲话就不太流利，你不太能抓到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，所以通常越常讲话的人口才就会越好。英文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还有一个点就是，虽然你可以善用 Google 翻译，可是你不可以依赖它。像我每次想要去店家问问题，或是跟人讲一句话，我就会先用 Google 翻译翻好这个句子怎么念。可接下来我不是直接把手机拿给他看，我是在心中默念我差不多记得，然后我就会收起手机，然后跟他讲我刚记得的句子。如果你总是拿好 Google 翻译给对方看，这样这个东西永远都不会是你的，你就不会进步。下一题，几岁适合出国游学？我觉得不管几岁都可以出国游学，就像不管你到哪个年纪，你都可以去学任何你想要学的东西。下一题是学校制度。菲律宾的语言学校有分斯巴达式还有半斯巴达式，我这次去的 LCIC 是半斯巴达式。那所谓的斯巴达式就是偏军事管理的方式，它的课程会非常的紧凑，平常也不太能外出，比较适合你本来英文就有一点点基础，然后想要短期快速进步的人。那半斯巴达式就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点，像我这次去，它就是可以用选课的方式，所以会有空堂可以复习。然后虽然有门禁，可是每天只要在晚上10点前回到宿舍，下课中你想要去哪里都可以。下一题，如果想要学托福或雅思程度大概要多少？我觉得这个没有门槛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进去是成绩分班嘛，所以雅思也会有程度分班。虽然我觉得雅思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，但我还是有因此学到比较多比较难一点的单字。但雅思这样比较高门槛的考试检定，真的不可能1个月就从我原本这么烂到可以考到好分数。下一题是 LCIC 的优缺点，优点真的超多，像我刚前面总结那么多心得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。那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们的 Buddy System， 就是你可以每天预约跟当地学生1对1上课聊天、复习作业等等。简单来说就是免费的1对1小老师，然后菲律宾当地的学生英文又超好，也可以因此交到新朋友。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们校舍超美，每天都是蓝蓝的天空配上白色的建筑物，然后他们的宿舍也很新，还有游泳池跟 SPA 烤箱。缺点的部分我真的想了超级久，因为我这次去完全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啊，所以我真的想了很久。真的硬要说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学餐分量超少，我永远都吃不饱。虽然有可能是我的问题，我每次都是我拿了1次，我又拿第2次，然后我又吃了泡面，我又吃了零食，我还是没有饱。可是因为我们去那边也想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，所以我们会晚餐先在学餐吃，再去外面吃晚餐，就是可以省一些出去的开销。下一题是上课遇到听不懂的怎么办？1个月真的可以进步很多吗？上课如果遇到听不懂的，老师会用比较简单的单字还有句子来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。但因为我一开始英文真的超烂，我一个句子可能没有1个字听不得懂，那也不可能每一句都这样一直停下来解释，所以有时候我遇到看不懂的，我会用 Google 翻译查，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开着 Google 翻译在旁边，然后查一下那个字是什么意思。而且我体会到用英文来学英文真的可以进步更快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我进步多少的人，可以去看这支影片。下一题是去菲律宾1个月，台湾这边大学是请假吗？我这次是用寒假的时间去，遇到开学我大概请了2周，但其实他们每个月都有开放游学的梯次。因为虽然说他们收的是大学这个年纪，但其实他们是从高中应届毕业到大学应届毕业到硕士，或是如果你是休学1年，就有点像 gap year， 你就可以用这个时间去游学。像这是很多韩国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大学先休学1年，去思考自己以后要做什么，然后到处看看，他们就是用这个时间来游学的。下一题是用什么教科书？这边大部分都是用电子书，所以可以带平板去。如果没有平板
版当地也可以租借。至于用什么教科书，因为每一次的课程还有你的程度不同，所以他们会统一帮你买不同的课本。课本的部分当然就是全英文的。下一题是全英文教学吗？当然是全英文教学，因为当地的老师全部都是当地的菲律宾老师，他们也不会中文，所以你就也只能讲英文。下一题是出国前有练习英文吗？像是一些打招呼或生活基本对话。因为我是很临时去的嘛，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，我就在前一天晚上恶补了一下机场用语，因为我就很怕自己乱讲话被海关抓走。但其实没有这么严重，很好过了。因为我那时候完全不会讲，我就直接把我的入学通知单还有机票拿给他。下一题，回来后对于学习英文有什么改变？前面有提到，就是我对于学习英文更有动力，背单词也比较快之外，我觉得我英文的语感有变得比较好。下一题，详细的服仪规定，服装的部分因为每间学校不一样，但基本上就是你不可以穿太暴露，穿这样当然是不行的，也不能穿短裤或是破裤，露肚不行。对，详细可以看那间学校的规定。但其实我不会觉得他们这样管太多，因为我觉得你到别的国家，当然就是遵守他们当地的文化还有礼仪。如果你假日出去玩，你想怎样穿都不会有人管你。接下来是 Part 4生活篇，一定要从台湾带去的东西。我觉得衣服真的可以代购，因为我原本想说带一点点去，要去那边 shopping， 可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穿衣风格，那边的衣服比较不是我喜欢的 type， 然后呢，我又只带一点点衣服去，就发生了同一件衣服裤子穿了2、3天的情况。我很抱歉。台湾人真的没有那么脏，我真的是不得已才这样子的。再来就是一些个人用品，像隐形眼镜、保养衣那边就不太好买，还有个人常备药，晕车药、过敏药啊、发烧、退烧、感冒药。因为国外看医生真的超级贵，其他的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在那边买就可以了，而且很便宜。电器用品、吹风机。离子夹需要带吗？需要延长线吗？吹风机跟离子夹，我那时候有问代办，他是建议在当地购买。虽然你在台湾买的有些是可以变压的，可是代办跟我说，之前还是有很多学生去那边东西坏掉，然后我也觉得我的离子夹没有很便宜，所以就在当地买一支便宜的就好。我那时候买离子夹、吹风机才各300台币。电脑、手机那些电器用品的充电器本身就有变压，所以也不用特别买变压器。延长线可以在当地购买，就看你需不需要。接下来是学校怎么洗衣服，我们学校有洗衣机、脱水机，还有晾衣场。那如果你不想洗的话，你也可以付钱送洗，他回来还会帮你折得好好的。我第一次有送洗一次，我好像洗了3、4天的量才40块台币。可是因为后来我衣服真的太少了，我没有办法等它送洗3天，所以我后来都用洗衣机洗，也是蛮方便的。下一题是住的地方是套房还是雅房？我这次住的是雅房，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小房间，客厅有一个公共区域可以让大家交流，还有小冰箱。下一题是行李要买多少公斤？我这次的机票是一个23公斤的托运行李，还有7公斤可以带上飞机的手提行李。带上飞机的我装电脑、相机，差不多就7公斤。我去的时候托运行李才13公斤，后来才16、17。我真的是后悔没有买大一点的行李箱，我行李箱太小，我已经装满到爆出来才这个重量。如果我买大一点行李箱，我就可以多买点伴手礼了。而且因为那边伴手礼都是零食，很轻，所以买大一点的香蕉脆片超好吃，请多带一点回来。下一题是治安的问题，容易被偷东西吗？很多人会担心治安的问题，我一开始也超担心，就是网络上会有很多有点误导别人的文章，会说什么你在路上会被抢啊之类的，可是根本没有这种事情，至少我没有遇到啦，真的还蛮安全的。每个国家一定会有比较怪的人，所以在路上看到这个人好像怪怪的，就离他远一点就好了。然后你去餐厅吃饭或什么，店员人都超好。当然你不要白目穿金戴银，走在路上基本上都不会有事。再来就是晚上不要一个人出门，就是结伴同行。可是其实到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。那学校就不用讲了，学校超级安全，一进学校的地方有警卫，然后进去的时候你要刷你的感应卡。然后它是记名的，有你的照片。你走到宿舍门口也有警卫，然后你也要刷感应卡才可以进宿舍。教室那边也有警卫，所以基本上不要说坏人了，我自己都很难进去。我有时候忘了带感应卡，他们也不太会通融你进去，就是他们非常注重学生的安全。下一题就是网路好吗？网路不好，真的不好。我很常要找我的朋友，就是他们说，要下楼要去哪，然后电话讲到一半就会突然挂掉，或者是我跟我台湾朋友传信息，我传一传，突然这一句发不出去，然后他过
20分钟、1个小时突然传一句东西，大家都看不懂我在打什么，就他就想说我怎么还在讲2个小时前的话题。平常传讯息是不会到传不出去，就是偶尔会有1、2句突然不能传。总之去那边就是好好读书、好好玩，然后不要再用手机了，不要再玩手机了。下一题是3餐都吃什么当地食物习惯吗？早餐、午餐我们通常会吃学餐，然后晚餐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们会吃一点再去外面吃当地的美食。不得不说，学餐真的超级干净。那当地的美食我超推荐 Sisig， 还有 Lechon， 还有 Halo Sinigang 也不错吃，它是一个汤，但他们的饮食习惯口味偏重，所以在那边我不太会喝饮料。我有买一些超市卖的饮料，我真的是甜到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所以我在那边就是不太喝饮料。在那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路边摊，就是以台湾人从小到大的饮食习惯，我们的胃不太能承受那边的路边摊。再来就是我的切身之痛，因为我在那边有感染到寄生虫，对我2个礼拜都在宿舍跟医院之间，在那边要注意3个东西。第一个就是肉，然后海鲜，然后水。肉一定要吃全熟的肉，海鲜真的是尽量不要吃，然后绝对不要在那边吃任何生的东西。再来就是水，你只能喝瓶装水，外面倒给你的都尽量不要喝。总之就是要注意食物的干净，但整体来说，我还是超级爱那边的特色美食。我回台湾每天都在想念 Sisig。下一题，可以用台湾的信用卡吗？只要你有这2个符号，信用卡都是可以在当地使用的。可是我在那边不太会刷卡，因为会有汇率还有手续费的问题。再来就是当地除了 mall 之外，不太能用信用卡，通常都是付现金。提款的话，就是你要先在台湾申请跨国提款的功能，我在那边是没有用到啦，可是我还是有先申请以备不时之需。那以上的问题，大概就是我总结大家最多人问的问题。总结来说，这趟旅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，然后影响我很多，也改变我很多，各种层面来说都是。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，预算不多的也可以考虑。对，像菲律宾就不用像欧美国家花到这么多钱，而且我去1个月，虽然中间有2个礼拜我都在生病，但这还是不影响我喜欢这趟旅程的程度。就即使我在那边生病成这样，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段回忆。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出去走走看看。那如果有其他问题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。如果想看更多有关菲律宾游学系列的影片，可以看这个播放清单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铃铛，也别忘记追踪我的IG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